雍王破城前，父亲扔下了我和娘，带弟弟逃走。消息传来时，娘不急不缓地坐到铜镜面前，涂脂抹粉。雍王一路杀到王府，娘牵着我的手，跪在雍王面前，媚眼如丝道：“韩彻哥哥，好久不见。”那晚，娘爬上了雍王的床，成了无名无分的通房。我问娘：“你甘心吗？”娘笑着说：“不是他，也会有别人。你父亲那点针线活，我早就厌倦了。”这句话传到城中百姓耳中，人人唾骂他不守妇纲，自轻自贱。可我觉得娘这样的女子，在这个时代能成大事，因为我是穿越过来的。大家好，欢迎收看皮皮听书。雍王推开娘的房门，我正在院子里学古代小孩叠手帕。他最近吃了败仗，昨晚折腾娘，折腾到很晚。我在隔壁听见床头的撞击声和娘的求饶声，不知他们到几时才结束。他淡淡地扫了我一眼，我不想招惹他，朝自己的房间走去。一只脚刚踏进门槛，一位脸上带血的士兵连滚带爬地闯进内院。陛下，不好了，唇王带着20万精兵杀进来了。我心脏一震，唇王是我的父亲。雍王大步走了出门，我掉头进了娘的房间。屋内甜腻的熏香还未散去，娘懒洋洋地靠在床头，长发如乌锦一般垂下，雪白的肌肤上泛着淡淡的红色印记。她纤弱无骨的样子，楚楚动人，很难想象她已经是2个孩子的母亲。难怪自从雍王占领幽都之后，再也没有宠幸过别的姬妾。娘听见脚步声，抬起眼帘，对我温柔一笑：“和。”她站起来，拿起搭在屏风上的外衫披在身上，坐到铜镜前。我站在她身后，透过铜镜直视她的眼睛：“娘，父亲杀回来了。”娘扶了扶头上的簪花，淡淡道：“和儿，你也换身漂亮衣裳。”她将我拉到她身前，替我梳了一个漂亮的发髻，嘴角微勾道：“我们和儿也有许久未见你父亲了吧？”我默了默，距离父亲弃我们而去已有3年。娘说，我出生的那年，先皇骤然薨逝，位立储君，12位皇子各自占据封地，自称为王，谁也不服谁。我父亲排行第6，自幼丧母，势力最弱，占领了大魏的苦寒之地幽都。他手中的那8万精兵，是我外公冒死送他的兵符。赶到幽都时，外公身负重伤，他血淋淋的双手握住父亲的手，红缨就交给你了。岳丈放心，我保证此生定不负他。外公闻言松了眉头，双眼缓缓合上。父亲终究还是食言了。雍王破城前，他驾着外公送他的那匹汗血宝马，怀里抱着弟弟逃出城去，留我和娘亲在幽都等死。阔别3年，父亲来得比娘预计的快一点。此前他已经在幽都10里开外的地方与雍王大战了3回，雍王节节败退，驻守幽都的士兵溃不成军。父亲提着雍王的头颅，血滴了一路。他带着冬日的寒霜站在我们母女面前。娘浅浅一笑，低头对我说：“和儿，快叫父亲。”我盯着眼前还没冷眼的男子，硬是张不开嘴。他抛弃我们时，我的身体只有9岁，可在现代，我已经是一个成年女子。面对这个薄情寡性的男人，我只想提刀杀了他。可我不能毁了娘亲3年的精心部署。我躲到娘身后，她不以为意地笑了，对着父亲说：“夫君，你瞧，你吓着女儿了，快些把头颅处理了吧。”父亲眼神一凛，手中那把带血的长剑架在娘脖子上：“淫妇，你还有脸叫我夫君？”我实在忍不下这口气，攥紧了手心，想冲过去咬烂他的胳膊。娘牵着我的手紧了紧：“夫君是在怪妾身，为了活命委身于他人吗？”珍珠般大小的泪滴从娘的脸上滑落。娘衣着单薄地跪在结霜的地面，如泣如诉道：“妾身不怕死，妾身只是想活着，等夫君杀回来，将和儿安全地交到你手中。”娘的声音在颤抖，连同她瘦削的肩膀一起。父亲拧紧的眉头稍有松动，娘又说：“夫君，能不能让我再活一晚？我想见见玉儿。”恐怕是不能了。一个清丽的女生，她从士兵中走了出来，怀里抱着4、5岁大的男孩。她怨毒地盯着母亲，随后又看向父亲：“驸马，赶紧杀了他。”娘一眼便认出来了。
公主怀里的男孩是我的弟弟韩愈。娘的眼中泛起水色，牵我的手更用力了，像是在克制某种情绪。夫君，你忘记明日是和儿的生辰了吗？求你让我给他过完生辰好吗？我们一家4口已有3年未见了。父亲别了别眉，好，我还要找你要一件东西。我不知他要找娘要什么，可我分明记得，我这副身躯原本的主人，他的生辰应该在春天，如今是寒冬腊月。父亲派人送我们回院子，他要幽禁我们。娘从始至终没有任何表情，只是转身之时，听见弟弟叫那位韩部公主娘亲时，微微顿了顿，而后又加快了脚步。迈进房门那一瞬，娘抬头看了看晴朗的天空，冬日暖阳洒在娘头上的步摇上，折射出一道明晃晃的光。她回过头，柔媚地冲父亲笑了笑：“夫君，你方才说要找我要一件东西，你要什么？”父亲握着娘的手腕进屋，门合上之前，我听见他的命令：“没有我的允许，任何人不得靠近这间屋子。”是。我余光瞟见那位韩部公主抱着我的弟弟，负气离开。我进了卧房，耳朵贴着墙壁，听见隔壁争吵的声音。父亲好像要娘交出什么钥匙，娘说早就不在了。争吵过后，又有暧昧的嘤咛。父亲咬着牙问娘：“真的只是针线活吗？我不能让你爽吗？”是。娘在反抗，屋里有东西砸东碎了。半晌，娘的声音被吞没。我抱着枕头一夜未眠，生怕娘被父亲折腾死。第二天一早，父亲生龙活虎地从娘房里出来，他看见正在推窗的我，冲我招手：“和儿，你怪过我吗？”其实我手心里捏着一把小刀，迟迟未出手。我按照娘教的，摇了摇头，一字一句道：“娘说，若是带上我们，马匹便跑得不快，我们一家4口都得死。父亲这样做是权宜之计，让我不要怪你。”他一怔，眼尾泛红。我继续道：“娘说，为了活着等到父亲，他被迫和雍王，也是权宜之计。父亲是要成大事的人，定会理解他，宽赦他。”父亲的脸色似有动容。胡说八道！公主走了过来，她抬手欲扇我耳光，被父亲拦住。今日是和儿的生辰，刘珠，给我几分薄面。我不禁暗笑，她一脸慈父模样，竟不记得我真正的生辰。父亲拽着刘珠公主走出我们的院子。娘醒了，她在唤我的名字。我跪在她床边，将头埋在她怀里。娘身上总是香香的，我很喜欢。娘，你没有受伤吧？她温柔地拍着我的背。我没有事，方才你同你父亲说的话，我都听见了。做得好，和儿。娘，你说我这么讲了，我们便能离开幽都，是真的吗？和儿，你还需完成一件事，你若是能做到，便能离开这里。我盯着娘容色过人的脸，那你呢？不管我在哪里，我的心始终和和儿在一起。她将我揽进怀里，我鼻尖泛起酸意，隐隐觉得不安，仰头问道：“娘亲，父亲问你要什么东西？”娘双眸深深地看着我，刚张开口，却被敲门声打断。婢女来唤我们母女。她说正厅一切布置妥当，父亲要为我庆祝生日。我在心里不屑地切了一声，他哪有那么好心，不过是要犒赏那些同他一起行军打仗的将领，以为我庆生为名目而已。正值寒冬，幽都物资匮乏，正厅中架起了火架，烧着炭火在烤山羊。侍从领着一群乐师走了进来。启禀大王，他们说这是王妃从城外请来的乐师，来为郡主庆生的。父亲刚要张嘴，娘便站来了起来，她的狐狸毛披风顺势滑落，一袭淡黄色轻纱薄裙，身材曼妙，众将领看直了眼。娘站在正中，毕恭毕敬地行礼：“是我请他们来的，王爷久战辛苦，就让妾身跳舞以作慰劳。”不等父亲开口，娘将琴谱递给乐师，又招来许多舞姬。乐声奏响，娘的腰肢如同垂柳一般，纤手好似翩翩舞动的蝴蝶，飞扬的发丝配合着灵动轻盈的舞姿。所有人目不转睛，向来不讲规矩的韩部将领们眼中燃起了欲火，他们放下酒杯，冲了上去，拖拽着舞姬往偏殿走。只有娘依旧伴随着乐曲缓缓旋转，眼神流转间似含春水，衣裙如波浪般荡漾。
砰的一声，父亲将酒杯用力一掷，丝竹声骤停。红英，你这些狐媚下作的手段都是跟谁学的？王爷离开的这几年，妾身的确长了些本事。父亲饶有意味地挑了挑眉，他根本无法理解我们孤儿寡母为了活下去需要付出些什么。娘本是将门虎女，从一身铁骨到纤弱无骨，她受了许多伤，忍了无数疼痛。有一日，她浑身青紫地躺在床上，被雍王折腾累了，睡死过去。那时我多怕她死了，甚至伸手去探她的鼻息。娘逢迎雍王，完全是因为我。她说，若她不做雍王的女人，我们都会被欺辱。苟且到如今，全凭这一腔恨意。此时偏殿的门打开了，舞姬们衣不蔽体，发髻尽散地涌了出来。跟在他们身后的将领急得连裤腰带都没系好，他们像一群食髓知味的野兽，淫邪的眼神盯着娘。父亲怒吼一声，都给我把眼睛闭上。大步走下来，扛起我娘迈入内院。直到父亲和娘彻底消失，黎珠公主都未收回那怨毒的眼神。这一夜，想必有许多人都睡不着，我反而睡得很沉，连雪什么时候开始下的都不知道。一大早，隔壁传来了吵闹声，哗啦啦，碗碟碎了一地。父亲怒吼道：“最后3天，你床上功夫再好，我也只宽赦你3天。交出钥匙，我留你全尸。”待脚步声远去，我跑进娘的房间，她对我挥了挥手，我扑进她怀里，无声的抽泣。我是怕的。在现代，我就是孤女，父母双亡，抚恤金被小叔一家霸占。小叔小婶住别墅开豪车，只允许我睡在车库。一次偶然的机会，我穿越到了这里，有了娘亲的疼爱。我不想再一次失去至亲。娘似乎也察觉到了，她的手温柔地插进我的发间，轻轻抚摸。荷儿，别哭。我隔着雾气看娘雪白的脸。娘，3天后你会不会死？不会，娘向你保证。我非但不死，还会带着你和你弟弟一同离开这里。娘掀开被角，对着旁边的空位拍了拍。荷儿，这2天做戏很辛苦吧？来，上来陪娘睡个回笼觉。这一睡，我睡到了晌午。我醒来时，娘不在身边，院子里传来女子尖锐的斥责声。娘衣着单薄地跪在雪里，膝盖下面是隐隐的血迹。黎珠公主挥舞起长鞭，刚要落下的一瞬，我挡在娘身前。你凭什么打我娘？她眼神一凌，你若不让开，我连你一起打。我瞪着她，她再次挥鞭时，一只大手拦住她。父亲声音低沉道：“我说了，只给他3日，你又何必？”黎珠公主敛回了眉宇间的戾气，娇嗔道：“驸马，他居然用乱七八糟的点心引诱玉儿，他要抢我的儿子。”我脱口而出：“玉儿是娘的孩子，是我的弟弟。你这个小杂种，信不信我连你一起杀？”黎珠，你答应过我会善待我的女儿。黎珠公主后退了一步，警告道：“若是你不安守本分地待在自己院子，我见一次打你一次。”风霜挂在娘长长的睫羽上，她盯着父亲和黎珠公主的背影，凄楚地笑了起来。笑着笑着，她又哭了。娘脸上挂的泪很快结成了冰珠。她的声音很轻很轻：“荷儿，我知道你弟弟喜欢吃什么了。我是不是很无能？身为母亲，要靠试才知道自己的孩子最爱吃什么。我为他披上狐裘，强忍着鼻息的酸意。娘，你是世上最好的母亲。若不是因为玉儿，她何至于此？”我搀扶着娘回到房间，为她烧了满满1浴桶的热水。娘，泡个澡会舒服一点。她宽下衣物，泡进桶里，约莫是热水滋得伤口撕裂般的疼痛。她皱起眉头。我问她，很痛吗？和失去自己的骨肉相比，这点痛算得了什么？我站在旁边为她添热水。须臾，娘的脸色逐渐红润，湿热的手轻轻附在我手上，她声音软绵绵的：“荷儿，不，我该叫你什么？你叫什么名字？”我心脏一抖，水瓢落进桶里，溅起水花。娘悠悠道：“荷儿从小怕水，连浴桶都不愿靠近，可我们却不小心让她掉进了湖里，她死了，对不对？你是另外一个灵魂。”我如鲠在喉，说不出半个字。我穿越过来时，真正的荷儿已经被淹死了。许久，
他已经穿好衣服，坐在床边对我挥了挥手。你过来，让我好好瞧瞧你。我坐到他身边，他捏住我的手。娘，你是怎么发现的？你10岁时，我和你在池塘边玩踢毽子，毽子不小心掉进湖里，你想都没想便跳了下去。那时我便猜到了。和儿是不是早就死了？他眼眶泛红，我淡淡的嗯了一声。娘，你为什么不拆穿我？他泪盈盈道，我已经失去过一次孩子了，我不想再失去你。我满脸泪水地栽进他怀里。娘温柔道，不管你是谁，你都是我的和儿。我心底一股暖流，坦白道，娘，我来自一个很远很远的时代，我们那里女子不用为男子守节，婚恋自由，一夫一妻。你想回去吗？我穿越过来时，系统告诉我，只要帮助这个国家完成统一，我便能回去。娘捏着我的手，我帮你回去。娘从头上拔下她的步摇，嘱咐我收好，又告诉我一个秘密。这一晚，父亲没有来娘的房间，他去安抚黎珠公主了。我睡在娘身边，做了一个冗长的梦。我梦到小时候在曾经的淳王府，那时我们还没搬到幽都，娘还没有生弟弟。父亲准备去北境打仗，娘给他收拾行装，事无巨细的交代。父亲从外回来，抓住娘亲的手对着呼气，又小心翼翼地塞进衣服里取暖。红英，你最怕冷了，这些事让外人做。他捧起娘亲的手，送到嘴边亲了一口。娘娇羞地抽回手，轻轻地捶了一下父亲的胸口。和儿看着呢。父亲大手一探，将他揽入怀中。怕什么？我们拜过天地的，连孩子都有了，名正言顺。娘笑着将头埋进父亲的肩窝中。我捂着嘴，坐在一旁跟着笑。那时他们感情美满，我能感受到融融的暖意。未曾想那次出征，父亲遇见了韩部的黎珠公主。传闻父亲在战场上受了伤，被韩部公主所救。后来先皇骤然薨逝，留在京城并不是明智之举。父亲率先离京，占领了离韩部最近的幽都，又写信给我的外祖父。外祖父率领8万精兵，带着我和母亲赶了5天5夜的路来到了幽都。中途遇到其他亲王的伏击，外祖父身受重伤，直到亲手将我们母女交到父亲手中，他才断了气。幽都虽然苦寒，但易守难攻。我们一家3口在这里过了一段平静的日子，一直到玉儿出生。这一切都是父亲的算计。娘说，被挚爱之人反刺一刀是最痛的。父亲与黎珠早有私情，可黎珠公主小时候生过重病，无法生育，堂堂公主又怎敢给人做妾？父亲劝黎珠忍耐，直到雍王破城，父亲终于找到机会，带着弟弟逃走，将弟弟作为求亲的礼物献给了黎珠公主。他明知道雍王是为娘而来，还是毅然决然抛下了他。娘是大魏开国将军的独女，她原本有更好的选择。她自小被当作儿郎一样训练，行军打仗、舞剑骑射，样样不逊于男子。她天天跟着皇子们一起在教场训练，少男少女难免生出暧昧情愫。当中属雍王，对娘最为上心，数不胜数的金银珠宝送到将军府，被娘一一退回。我问娘，她当年爱父亲什么？她说，那一群皇子中，只有父亲注意到他拉弓的手受了伤。他们擦肩而过时，父亲偷偷往他手里塞药膏。一起围猎时，父亲知道他不舍那只小兔子，故意将箭射歪，为此挨了先皇好大一番训斥。娘怕冷，父亲便亲自去后山猎白狐，给娘做了一件狐裘。如今看来，他对娘2分真心，8分算计。若是真的爱他，怎么会舍得他远千里来到幽都呢？娘跟我讲这些的时候，语气很平静，仿佛在讲一个无关紧要的故事，可她的眼角含着泪滴。我知道她恨。我伸手帮她抹去泪水，说笑道，娘，你当年有点恋爱脑。什么是恋爱脑？是我家乡的一个说法，就像你从前对父亲那般。娘双目深幽道，以后不会了，我只想报仇。3天知县又少了1天。娘说，她今天只做一件事，就是做甜糕。黎珠打她那日，她便是偷偷跑去了弟弟的院子，用各种糕点试探他。娘说，玉儿喜欢甜糕，我要多做点，
我们在离开幽都的路上吃。他望着窗外，像是在等待什么人。可我们有什么可等之人呢？到了晚上，父亲又来了，他领着我的衣领，将我赶到隔壁。我贴着墙壁，听见娘的声音：夫君，明日一过就是死期，让我再为你舞一曲吧。我能想象，娘穿着轻薄的衣衫，露出雪白的香肩，撩拨父亲的心弦。娘的销魂舞，就是父亲的催命符。熟悉的声音又飘进我耳中，娘成功地留下了他。大雪下了一整夜，我踩进院子里，整只脚都陷了下去。父亲早就走了。听闻城门口来了一群来路不明的士兵，母亲穿着红色棉衣，为我披上了白狐狐裘，就是父亲当年送她的那件。她眼神坚定地看着我：和儿，记住我的话了吗？记住了。大战一触即发，我知道娘等的人就在城外。须臾，黎珠公主带人闯进了我们的院子。娘嘱咐我躲在房间里，看见什么都不要吱声，找到机会逃出去。黎珠公主扒去了娘身上的棉衣，命人把她挂在树上。那群人是不是你叫来的？风雪漫天，幽都苦寒，誉王怎么会莫名其妙北上攻打幽都？一定是你通风报信，对吗？寒风扬起娘额间的碎发，她整个人破碎又凄凉。妾身一直困在院里，又有什么机会通风报信呢？不会是王爷等不及了，要杀我吧？言而无信，何以服众？他一边抽在我娘的身上，鲜血滴在雪地里，素净的白色里绽放出朵朵红莲。住手！父亲赶来了。他喝止住黎珠。黎珠心有不甘，厉声质问：你是不是对他还有旧情？他还有用？他宁愿死也不愿交出钥匙。这场雪永远不会停，难道我们就一直耗在这里吗？3年来，我帮你招兵买马，你说过要一统江山，说过要我做你的皇后，可你偏偏要来幽都，如今誉王的兵马就要到了，我们留在这里只能等死。就是因为誉王要来了，他才更有用，他可以做我们的人质。公主顿住了，她收回了鞭子。有人帮娘解开了绳子。站住，谁都不能扶她。黎珠冷声道。她的眼眸看向父亲，我猜她在试探父亲会不会出手为娘解围。父亲站在原地，一动也不动。眼看着娘倒在了雪地，他以手做脚，一寸一寸地挪向房门。娘的脸被冻得通红，她努力仰起头，朝着我的方向做了个口型。我看清楚了，是叫我快走。我强忍着怒火，在她凄冷的眼神里转身。当我从侧门走出院子时，院里的雪地里2道长长的血痕。我咬牙转身，溜到玉儿所住的院子。娘说这是带走玉儿最好的时机。为了避免嬷嬷们叫人，我用小刀抹了他们的脖子。娘说的对，我们越晚被发现，逃出去的机会便越大。玉儿吃着甜糕，不吵不闹。娘给我的白狐狐裘足够大，我们姐弟2裹在一起，和雪融为一体。来追我们的追兵陷在雪里，步履艰难。雪花很快将我的脚印填平，有狐裘的掩护，他们根本判断不出来我们朝哪个方向走了。我一步一步朝娘说的那个地方走去，心里默念着娘的话：别回头。我快一些找到救兵，娘活下来的机会便多1分。她说她会用命拖住父亲和黎珠。我蹲在墙角，刨开多余的雪，找到了娘说的那个暗格，取下头上的步摇。步摇就是父亲要找的那把钥匙。当年娘来到幽都，发现这里田地贫瘠，若是其他亲王杀来，封城死守，城里的人死路一条。在娘的建议下，父亲命人修了这个暗格，暗格之内是一个机关，需要钥匙才能打开这道隐秘的城门。万有不测，这便是他们的唯一生路。那把钥匙一直由娘保管。父亲杀到幽都，大雪困住了他们。若是那把钥匙不在他手里，他觉得不安。只是父亲没料到，钥匙一直都在他眼皮底下。娘恨极了父亲，抛妻弃女，卖子求荣，他怎么可能给父亲一线生机？他就是要父亲死。这些年，父亲将那些身材壮硕的寒部士兵们训练成精兵，吞并了北境其他部族。原本他们应该挥兵南下的，可他偏偏绕到了幽都。因为娘的一句话，娘说
男人最要面子，他故意当着外人的面说父亲在床上是针线活，这对男人来说是奇耻大辱。父亲很轻易的上当了，所以父亲破城那日，娘才会如此淡定。他根本不怕见到他，他更怕再也见不到他。我扭动钥匙，打开了那扇门，门后面，我的黄伯伯早已等候多时。誉王是先皇的皇长子，理当是大魏最名正言顺的帝王。他从马上一跃而下，多年未见，和儿长高了不少。他便是你娘在心中提到的玉儿。伯伯，母亲何时给你写过信？他敛起笑容，神色严肃道：准确地说，是一张琴谱。我恍然大悟，那日娘借故给我过生日，从城外请来的乐师是誉王的人，娘光明正大地将信交了出去。父亲毫无察觉。伯伯，快救救我娘，她还在城里，她身上还有伤。誉王拖着我和弟弟上了马车。孩子，放心，伯伯一定把你娘活着带回来。誉王留下一部分士兵护送我和玉儿去安全的地方，他率领大军策马而去。这场雪一点都没有要停的意思。我站在城外的山坡上看了许久，乌云积压着大地，像是要摧毁人间，脑袋里越过千军万马、血流成河的画面。娘一定要平平安安啊！将领带着我来到营地，玉儿有些倦了，她吵着要找嬷嬷，我哄了她好久，她才睡着。营帐里生着炭火，暖烘烘的。我等了许久也没有消息，不知不觉睡着了。醒来时，闻到一股血腥的味道，我急匆匆地跑到外面，大叫着娘，和儿。我一回头，娘穿着红色的棉袄，坐在轮椅上，我扑进她怀里，她吃痛地嘶了一声。誉王叮嘱道：和儿，小心点，你娘身上有伤口。娘，你的腿。军医说伤得很严重，你娘暂时无法走路。他攥紧了手心，声音里全是恨意。娘温柔地摸着我的头发，和儿，别恨，现在我们就去解决那对男女。大雪纷飞，一对衣着单薄的男女囚禁在露天的牢笼里。黎珠看见我们的一瞬，怨毒地大叫着：你这个贱人，把我的儿子还给我！誉王使了个眼色，旁边的士兵一边挥在黎珠的脸上，他痛到发抖，血从他脸上的伤口密密而下。我看出来了，素来高傲的黎珠公主在害怕。我故意拔高了声调：玉儿是我娘的儿子，你自己不能生，还要抢别人的孩子，你无耻！和儿，你别忘了，你是我的女儿，玉儿也是我的儿子，你忍心看着你亲娘弑夫吗？和儿早就被你亲手杀死了。他不是和儿。娘的眼神像一把锋利的刀子，想要一寸寸剜去父亲的血肉。父亲有些怔愣，难以置信地问：你胡说什么？我生下和儿之后，曾怀过一次身孕，那个孩子流产了，我本不想再生。可是你为了和黎珠的约定，亲手将自己的女儿推进湖里，你明知道她怕水，会被淹死。你想要一个儿子，一个能帮你繁衍子嗣的儿子。和儿落水得救后，你哄骗我说一个孩子孤单，我才冒死生了玉儿。可是好狠的心啊，我拿命换回来的孩子，怎么会容你让他任旁人做娘？他一字一句戳进了父亲的心窝。红英，我。娘的手用力到凸起青筋，险些把自己的手心掐出血来。为了权势，你什么都可以牺牲。红英，我曾真心爱过你。不重要了，你有没有真心过，有没有爱过，我都不重要。我除了是妻子以外，我还是一位母亲。你知道你最错在哪里吗？你低估了一位母亲要抢回孩子的决心。父亲哑口无言，狂风呼啸，如刀刮一般割在我们脸上。誉王问娘，打算如何处置他们？娘叫人把黎珠公主挂在树上，她飘荡在寒风里，成了一具冻尸。而我的父亲，他的四肢被锯钉钉在雪地里，身上的血像4条蜿蜒的小溪，流淌在雪地里。他挣扎着，辩解着，忏悔着，最后血哭而亡。为了养好娘的腿，我们决定跟随誉王回到京城。一路上，誉王对娘照顾有加，我能看出来，他对娘绝不是娘所说的兄妹之情。在路上，我一遍遍地告诉玉儿，这是娘亲。回到京城时，玉儿终于开口叫娘了。娘很高兴，比报仇雪恨那日还要高兴。
誉王请来了久负盛名的神医，帮娘医治腿疾。可好几个月过去，她仍然离不开轮椅。春天来的时候，娘的腿渐好，她让我搀着她登上了城楼，我们一起遥望远方。娘问我：荷儿，你想回去吗？我很难回答，若是这里有她，我不想回去；若是她不在了，或许回去是最好的结果。那年，誉王对其他亲王出兵，他说他势必一统天下，结束战乱纷飞、生灵涂炭的日子。他苦心筹谋，只因娘的一句话。娘说，山河破碎不是他想看到的。他翻出外祖父行军打仗的手札，目光灼灼的誉王说，一统江山，平安归来。后来真的如他所愿，誉王成了大魏真正的主人。可娘再也看不见了，他死在了那个深秋。弥留之际，他对我说，荷儿，别哭，我再也不用过冬天了，这是好事。我泪水连连，纵使御医已经提前交代，在幽都的那些年，娘备受折磨，身体亏损，根本治不好。我还是不甘心。凭什么？娘抬手抹去我的泪水，荷儿，我留了一封信给你黄伯伯，你该高兴才是，你很快就会回家。冰凉的手从我指尖滑落，娘断气了。纵使娘与黄伯伯没有成亲，但她坚持以皇后之礼安葬了我娘。我看得出来，她是爱我娘的，爱的深情又克制。娘的丧仪过后，她宣布了2件事：第一，她此生不立后，不纳妃，不选秀；第二，她封我为皇太女。朝堂沸腾，可经不住黄伯伯手段雷霆，群臣再无异议。他取出娘死前的那封信，只有一句话：若你执意要把江山传给我的孩子，请传位于荷。一股无端的酸意堵在我胸口，泪如雨下。我终于明白，娘临终时说的那句话，她说我能回家了，她要帮我回家。嘟嘟嘟，阔别已久的警报声响起。亲爱的宿主，您已完成任务，点击同意即可返回现实世界。我抬起手，毫不犹豫地点击了拒绝。我要留在这里，完成娘未完成的心愿。她是将门虎女，最想看见天下一统，百姓安宁。她不爱父亲，她辜负了他；她不爱雍王，她折辱了他；她亦不爱黄伯伯，她最爱的是这片国土，还有我和弟弟。10年过后，黄伯伯病逝，我登基为女帝。按照伯伯生前的意愿，我把他和娘葬在了一起。他真的如他所言，一辈子没有娶妻生子。他们生为同寝，死后能葬在一起，也算是一种圆满。我相信娘不会反对的。黄泉路上有位哥哥作伴，他不会孤单。中元节那天，我在京城的护城河边点了数千盏长明灯，灯火照耀着河水，宛如一道落入凡间的璀璨星河。船身上写着8个字：国泰民安，请君勿念。我此生不负娘亲，愿来世再做母女。全文完，皮皮听书，感谢您的观看，每天上新精彩小说，喜欢就订阅吧。